关于李佳琦怒怼网友的事儿，在群里面已经吵翻天了，有的人觉得很生气，有的人觉得没什么。我想就事论事的聊一聊李佳琦这几句话为什么说的这么让人不舒服，他的这几句表达背后有什么逻辑和认知上的问题。简单回顾一下发生了什么，就是直播间卖了一个79块钱的眉笔，就有网友说是不是涨价了，觉得有点贵，李佳琦就反驳说没有涨价，而且也开始说国货有多难。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让大家去找找自己的原因，这么多年工资为什么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第一个问题来了，就是他把一个人觉得这个东西贵不贵和他的工资和财富进行了强关联。但实际上一个亿万富翁也有可能觉得79块钱的眉笔很贵，因为他可能手上的19块钱呢他就觉得够用，不是说我家里有好几个亿就非得用金子做的卫生纸。比尔盖茨出门停车还得找便宜停车位呢。第二呢，就是今天正好有网友给我留言说某某卸妆油呢虽然很贵，但是确实是好用，贵不是他的缺点，是我的缺点。其实这句话表达的跟李佳琦一个意思，就是这个东西啊它确实很好，但是我觉得它贵是因为我穷我买不起。但是这属于消费者的自谦和自嘲。什么叫自谦和自嘲？就是这句话只能消费者自己说卖东西的人不能说。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把涨工资和认真工作做强关联。如果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蛋糕越来越大的时候，也许你努力，那么获得更高的收入的概率会大一些。但是这几年全球的经济状况是有目共睹的，不怎么好。蛋糕不仅不再扩大，也许已经在缩小了。这个时候我们认真努力的工作，可能就是保住饭碗，混口饭吃。我们看看现在这么多找不到工作的人，难道是因为他们不努力吗？花西子2022年比2021年的利润下滑这么多，难道是因为花西子这个品牌没有在认真努力的工作吗？其实我有点奇怪，为什么李佳琦会对大家目前的生存状况这么的不敏感？因为他作为一个电商人，上游接触品牌，下游接触消费者，按理说应该很清楚啊。我自己作为博主，很明显的感觉到这1年多品牌预算上的削减，从我这儿买东西的网友对客单价越来越敏感。他为什么会没有这方面的感受呢？那我猜测可能是因为他是超级头部，也就是他没有竞争者，不管年景好不好，都是他挑品牌而不是品牌挑他。真正的以饭假吃，他也不需要降价呀、降预算啊去争取一个品牌进直播间，而且他的影响力确实是很大。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小商品，这个牌子我们没有听说过，但是如果他在李佳琦的直播间卖过，我们就会觉得更相信一些，因为觉得他已经通过了李佳琦这个专业的选品团队的检验。就是因为他强大的背书能力，他也可以跟品牌去保全网最低价，也就是说在他的直播间购买，要不然是价格最低，要不然赠品最多。那既然消费者知道只要在他的直播间就会拿到最好的 deal， 所以他上的东西大概率会被卖断，因此他对一个商品在整个市场上的销量可能是没有什么概念的，于是就陷入了一个信息茧房。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息茧房，而且有了一个成功人士比较容易有的优绩主义上的错觉，就是觉得今天的成绩完全来自于自己的努力，别人没有他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他努力。最后他抱怨了一下，说以前的李佳琦不见了啊，现在就是想说什么都说不了。从他这句话里我看出来他真的是积怨已久啊，他的怨气来自于这几年他作为唯一的超级头部，说话要越来越小心和谨慎，稍微一有不慎呢就会被网友挑刺儿。但实际上现在对网络舆论环境的抱怨是很多的，包括 Papi 酱在访谈里面也说，从2018年开始随便说点什么好像网友就会在评论区里面吵起来，然后互相扣帽子。但是你在直播间去这么宣泄的话，就好像这种困境是看你直播的消费者造成的一样。在美妆和卖货上，李佳琦是绝对专业的头部，但是以上惹人不高兴的几句话其实全都是美妆以外的东西，也暴露了他在这些领域上认知的不足。